大家好，欢迎来到以色列实时中文报道。8月9日新闻头条：以围攻夺取加沙计划，真主党拒绝离政府终止武装，已出口350亿美元天然气，英军公募藏匿火箭。国防部官方消息，已首次与希腊和意大利合作空投援助包。昨日，根据以色列政治高层指示，并在以色列与阿联酋、约旦、德国、荷兰、希腊和意大利的合作框架下，以军通过以色列国防部协调政府活动局继续开展改善加沙地带人道援助的系列行动。数小时内，6个国家向加沙地带居民空投了106份包含食品的援助包，其中希腊和意大利首次参与空投行动。以军表示将继续与国际社会合作改善加沙的人道援助，同时驳斥针对以色列蓄意使加沙挨饿的虚假指控。总理阐述加沙控制策略。总理内塔尼亚胡在接受福克斯新闻深度专访时，阐述了以色列对加沙的控制战略及安全与政治考量。他表示，为了加沙居民，以色列将控制加沙并消灭哈马斯。以色列不是永久占领或统治加沙，而是希望引入不会威胁以色列的阿拉伯力量执政。但在哈马斯存在的情况下，这种情况不可能实现。他强调，确保加沙长远稳定需要果断治理，因此必须拆除哈马斯恐怖基础设施，并确保以色列继续控制加沙安全事务，以防止哈马斯卷土重来。他同时提及，伊朗未来若发生政权更替，可能带来与以色列的和平，并认为以色列在6月12日战争中的打击或成催化因素。此次专访透露了冲突后加沙治理的长远设想。此外，内塔尼亚胡宣布，以军正为一项新行动做预备，目标是完全控制加沙地带。首先，以军将包围加沙市，并将约100万居民迁往南部，随后摧毁哈马斯据点，再推进至中部难民营。该计划包括显著增加人道援助，援助量将提升4倍。同时，内塔尼亚胡否认种族灭绝指控，并称若真要如此，我们早已消灭整个加沙人口。以色列安全官员相信可在保护人质的同时消灭哈马斯，安全内阁将很快做出最终决定。拟消灭哈马斯。以总理办公室宣布，政治安全内阁以多数通过了总理内塔尼亚胡提出的5项原则，其目标是击败哈马斯并结束战争，解除哈马斯武装，归还所有人质，无论他们是生是死。加沙实现全面非军事化，以色列控制加沙安全事务，建立不隶属于哈马斯或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替代文职政府。然而，多数部长认为替代方案无法实现目标。卫星图像显示，在加沙东侧，以军正大量集结。以安全内阁更换措辞。出于法律考量，以色列安全内阁决定将对加沙的占领表述改为控制，以更准确传达其治理立场。以围攻加沙计划。一项详细围攻加沙的计划已提交给总理内塔尼亚胡，目标是在10月7日前全面包围加沙市并夺取控制权。提案中建议敦促巴勒斯坦平民撤离，留在原地者将被视为哈马斯支持者或协作者，并遭受打击。预计总理内塔尼亚胡可能在昨日批准该计划。总参谋长警告。以色列总参谋长埃亚尔扎米尔警告，预备役部队已极度疲惫，未来在加沙的持续部署将面临严重影响，难以长期维持控制局势。人质交换需经谈判。哈马斯与其他武装组织发表声明称，敌人若认为能通过军事手段解救人质，这是妄想。人质只能通过谈判付出高昂代价换取，
他明确重申，释放人质必须通过交换，而不是单方面释放。英军公墓被用作藏匿火箭，位于加沙城东北部的塔法区，由英联邦战争墓地委员会管理的加沙战争公墓，被发现用作火箭发射管与储藏地。该墓地安葬了来自英国、澳大利亚、印度、新西兰、加拿大和波兰的一线阵亡者。哈马斯贝特哈嫩营瘫痪，以军表示，哈马斯的贝特哈嫩营已不再作为有组织部队存在，其下属分队均已瓦解，大多数恐怖分子被消灭。哈马斯火箭弹袭击7日下午，哈马斯从加沙向尼尔阿姆发射火箭弹，火箭弹被拦截。以军消灭真主党目标，在距离以色列边境约80公里的黎巴嫩山谷达恩村，一名真主党恐怖分子被定点清除。胡塞无人机袭以安息日夜间，胡塞组织向以色列发射2架自杀式无人机，意图杀害犹太人，2架无人机均被拦截，未触发警报。真主党拒绝黎政府终止武装。黎巴嫩内阁批准终止包括真主党与阿麦勒在内的所有武装组织在全国范围内的存在，并授权启动与以色列的间接边界划定谈判。真主党对此表示反对，称在无真主党及阿麦勒部长出席的情况下，总统奥恩无权作出决定。同时，真主党与阿麦勒一同警告称，若对我们动武，黎巴嫩军队将分裂。黎巴嫩国防部长表示，解除武装将在本年内分阶段完成，仅限重型武器移交政府军掌控。此举引发真主党支持者抗议，要求总理纳瓦夫·萨拉姆辞职。部分激进者高喊捍卫抵抗直到最后一人，他们宣称我们是自杀式战士，并拒绝交出火箭弹和反坦克导弹。此外，贝鲁特和黎波里爆发支持与反对行动，黎军已在各大城市部署应对骚乱，并出动无人机进入达西耶区。此举显示行动已延伸至真主党据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副协调人伊拉杰马斯杰迪称，解除真主党武装是美以失败的计划，伊朗和抵抗力量已做好一切准备。美国特使汤姆·巴拉克则表示，本周的内阁决议终于推进了一国一军的目标，并重申支持黎巴嫩人民。伊朗警告，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表示，美国若开启谈判，他应该明白，在战争中未能实现的目标也无法通过谈判达成。伊朗外交部同时警告周边国家，不得允许以色列利用其领土损害伊朗国家安全，以或终止与英安全合作。英国驻以色列大使表示，英国承认巴勒斯坦国并非对哈马斯的奖赏，他理解以色列的担忧，并重申对以色列安全的坚定承诺。据《泰晤士报》报道，若英国首相基尔斯塔默承认巴勒斯坦国，以色列可能终止与英国的安全情报合作。目前，以方向英方情报机构提供关键反恐信息，终止合作将对英国安全构成严重影响。失踪士兵已现身上加利利。在上加利利地区，一支军事部队发现一名身穿以色列国防军制服并据称携带武器的嫌疑人，出现在靠近黎巴嫩边境吉雄定居点的农田中。部队曾试图与其对话，但他迅速逃离。该事件与一名失踪士兵的报告相关。目前，相关各方正加紧合作搜寻其下落。已签署天然气出口大单。以色列签署建国以来最大出口协议，向埃及出口350亿美元天然气，协议有效期至2040年。美塔遭起诉索赔。10月7日袭击事件的幸存者与遇难者家属
对美国科技公司梅塔提起10亿美元诉讼，指控其允许哈马斯在袭击以色列平民时实时直播，将暴行传播至全球。人质家庭抗议，部分人质家属组织船队前往加沙海岸进行海上抗议。全国禁火令，由于沙漠高温及干燥天气，以色列全国禁火令持续至8月31日。在此期间，全国范围内禁止户外用火，包括篝火与烧烤。妥拉读经，本周安息日前的以祈求篇读经中，摩西回顾他如何恳求上帝让他进入应许之地，但上帝拒绝了他的恳求，只是命令他登山远望。摩西重述出埃及与颁布律法的神迹，宣告你已向以色列显明，要知道耶和华是神，在他以外并无别神。总结，以色列推进包围并控制加沙计划，空投援助并通过消灭哈马斯等原则，以军摧毁贝特哈嫩营，拦截胡塞无人机，打击真主党目标。黎巴嫩解除真主党武装引发骚乱。伊朗发警告，以或应承认巴国终止情报合作，已与埃及签署350亿美元天然气协议。感谢您的收看，请持续关注我们的频道，我们将实时连接世界与以色列。再见。